横店影视城，盛夏，气温高达38度，柏油路面仿佛要烧起来。沈潇穿着一身重达30斤的劣质玻璃纤维盔甲，汗水顺住他那如刀削般坚毅的下颚滴落，砸在滚烫的尘土里。沈潇，你发什么呆？赶紧跪下！这场戏是萧大少饰演的将军凯唐，你这个逃兵必须跪在他马前求饶，然后被他一脚踩在头上，懂吗？动作要卑微，要像条狗一样。沈潇微微抬头，冷冽的目光穿过头盔的缝隙，扫过前方。前方，一个浓妆艳抹、坐在温顺白马上的小鲜肉萧凡，正一脸嘲讽地看住他，手里还拿住小风扇吹住脸。跪！沈潇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声音，带住一股不怒自威的压迫感。他沈潇曾是手握100万雄兵、服食100万的大周武帝，在他的字典里只有万民跪他，从无他跪别人。沈潇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欠那帮人的50万债务，要是今天这场戏演砸了，明天债主就会砍掉你的手，跪一下就能拿3000块补贴，你装什么清高？沈潇闭上眼，脑海中飞速消化住原主的记忆：父母早亡，被骗签下高利贷，被当作演艺圈的底层垃圾踩踏。50万，沈潇睁眼，寒芒乍现，这点钱也配让朕折腰 ？Action！ 导演一声令下，萧凡策马而来，虽然那马跑得比走路还慢，但他却装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，手中装饰用的长剑虚晃到了沈潇面前，他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，竟真的抬起靴子，带住泥水，直冲沈潇的脸踩去。这不是剧本，这是赤裸裸的羞辱。萧凡早就看这个长得比自己帅、气场比自己强的龙套不爽了。就在众人以为沈潇会像往常一样隐忍、低头受辱时，沈潇动了，他没有跪，反而向前踏出一步。这一步如虎下山，如龙出海。嗡！空气中仿佛响起一声低沉的爆鸣。沈潇右手如闪电般探出，精准无比地扣住了萧凡的脚踝。啊！萧凡尖叫一声，重心瞬间失衡，整个人直接从马背上被一股巨力拽了下来，砰的一声，重重摔在烂泥地里，摔了个狗吃屎。大胆！沈潇居高临下，负手而立，那一瞬间散发出的帝王威压，让全场数百名群演、摄影师、场务无不心头一震，大脑瞬间空白，仿佛此刻站在他们面前的不是一个一天领200块的龙套，而是真的人间至尊、巡视疆土的神明。你敢打我？萧凡狼狈地爬起来，精致的妆容被泥水糊住，脸色惨白地指住沈潇：“打你，朕是在教你规矩。”沈潇语气平淡，却带住不容置疑的杀意：“在朕面前动脚，你这双腿是不想要了？”全场死寂，导演愣住了，原本要喊卡的手僵在半空，摄影机还在转，监视器里沈潇那个眼神太绝了，那种深入骨髓的蔑视，那种睥睨天下的霸气，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演技。不，那根本不是演的。但沈潇知道这不是演戏，他转身走向道具组，随手拿起一把生锈的准备报废的装饰古剑，他并起食指与中指，对铸剑身轻轻一弹，清脆的龙吟声响彻片场，震得众人耳膜生疼。这把剑虽然是凡铁，但在朕手里亦可断金。沈潇转头看向远处几个正靠在吉普车旁一脸横肉的债主，他冷笑一声，长剑斜指地面：“想要债，跟朕来。”离开喧闹的片场，沈潇拎住那把破剑，步履平稳。突然，一声刺耳的刹车声打破了街道的宁静，一辆黑色的红旗轿车在路口剧烈打滑，狠狠撞在路灯柱上。沈潇眉头微皱，走上前去。车内，一名气质威严的老者，双眼紧闭，脸色紫青，呼吸已断。一旁的保镖和随行医护慌作一团。不好了，苏老的急性心肌梗塞发作，速效救心丸没用，这路段堵车，救护车进不来，怎么办？医护人员急得满头大汗。这种情况基本上已经判定死亡。让开！沈潇拨开人群，声音冷静的令人心悸：“你是谁？别乱动，出了事你负得起责吗？”保镖怒喝，沈潇理都不理，直接从那柄生锈的古剑柄中拔出3根道具用的金针。这针材质一般，但在他手中却隐约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清气。现代医学救不了他，但朕能。沈潇眼神凝聚，内力运于指尖，第一针刺入人中，第二针刺入内关，第3针直插心脉。住手！保镖想阻拦，却发现沈潇周身似乎有一层无形的墙，让他无法靠近半步。3针落下，原本已经心跳停止的老者胸膛猛地起伏了一下。
一口浓黑的淤血喷出，老者青紫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转为红润，缓缓睁开了双眼。这怎么可能？随行医生惊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3针就让死人复生。沈潇收起针，面无表情。大周皇室内传的九转还魂针，本就是与阎王抢人的神技。老先生，你命不该绝。沈潇转身欲走，先生请留步。老者在保镖的扶持下走下车，声音颤抖，在下苏振国，多谢先生救命之恩，这点心意请务必收下。苏老递上一张通体漆黑、没有额度上限的私人银行卡，以及一张位于横店半山顶级别墅区的房卡。在横店，甚至在整个江南省，只要先生开口，我苏家定全力以赴。沈潇接过卡，神色依旧淡然，朕正好缺个落脚点，这里朕收了。沈潇揣住黑卡，却没有第一时间去还债。50万，对他来说，那是对帝王2字的侮辱，他要的是让那群跳梁小丑跪住把钱还回来。他漫步来到横店著名的古玩一条街，潘家园分厂，这里充满了赝品与谎言。但在沈潇眼中，一切无所遁形。他曾坐拥大周国库，全天下最好的奇珍异宝都曾过他的手。大周武帝天生龙脉神识，可变万物灵气。沈潇心中暗道，他在一个脏兮兮的小摊前停下，摊主是个3角眼的瘦子，正吹嘘住手里一块通透的羊脂玉。沈潇看都不看那块玉，反而盯上了摊位脚下用来垫桌脚的一块被干涸泥土包裹的圆形石头。这石头怎么卖？沈潇问。摊主一愣，随后嗤笑，兄弟，这就是块破砖头，你要是喜欢，给500块拿走，当买个彩头。沈潇随手付了500，拿起石头，掌心微微用力，咔嚓，泥土崩碎，一道温润却深邃的绿光瞬间透了出来。周围原本路过的几个收藏家猛地停住脚步，那是战国时期的龙纹古玉，不看那形状和沁色，这是传说中失传千年的镇国令残片。一名路过的白发专家推了推眼镜，激动的声音发尖，小伙子，这玉我出500万，不800万，卖给我！摊主傻眼了，手里的烟头直接掉在脚背上。刚才那帮跟在沈潇后面的债主，此时正拎住钢管赶到，正好听到了这句800万。沈潇转过身，看住那群目瞪口呆的债主，手指轻轻摩挲住古玉，嘴角露出一抹玩味的笑。50万债务，现在是你们欠朕的了。潘家园的轰动还没结束，沈潇已经提住那几个装钱的黑色塑胶袋回到了剧组。他不是来道歉的，他是来结账的。片场内，萧凡的腿已经打上了石膏，正坐在轮椅上哭天抢地。导演，封杀他，我要他在娱乐圈混不下去。萧凡指住刚踏进片场的沈潇，尖叫道，彪哥就是他，给我废了他！被称为彪哥的男人是横店赫赫有名的武术指导，手底下养住30多个身强体壮的武行，这些人平时是替身，打起架来比流氓还狠。小子，听说你练过？彪哥吐掉嘴里的牙签，拎起一把未开封的钢刀，身后的30名武行齐刷刷地围了上来，手中的道具刀枪在阳光下泛出寒光，气氛剑拔弩张。但沈潇只是淡淡的扫了一眼，将手中的塑胶袋随手丢在地上，啪嗒，几捆红色的钞票散落出来，债还清了。沈潇声音平静，现在滚开，完签就想走。彪哥冷笑，动了萧少留下一只手，或者从我们这30个人的裤裆下钻过去。唉，朕本不想在凡间大开杀戒。他目光扫视四周，最终落在路边一棵垂柳上，他缓步走去，折下一根细嫩的柳枝。他在干嘛？吓傻了？拿根树枝当武器，笑死人！武行们哄堂大笑。上！彪哥一声怒吼，30名壮汉如同饿狼般扑向沈潇。然而下一秒，所有人的笑容凝固了。沈潇手中的柳枝动了，萧，空气被撕裂的尖笑声骤然响起。在沈潇手中，那根柔软的柳枝仿佛化作了绝世神兵。他身形未动，仅仅是手腕轻抖，漫天流影如狂风骤雨般笼罩全场。啪啪啪，清脆的抽击声连成一片。不到10秒，30名武行手中的钢刀全部落地，每个人手腕上都多了一道深可见骨的红痕，整齐划一，分毫不差。啊！惨叫声此起彼落，30人抱住手腕跪倒在地，哀鸿遍野。彪哥更是惊恐地发现，那根柳枝正抵在他的喉结上，柳叶甚至没有掉落一片。这是什么剑法？彪哥颤声问道，冷汗浸透了背心。大周皇室惊鸿剑意。沈潇随手扔掉柳枝，杀鸡焉用牛刀，一根草足矣。远处的导演早已看傻了眼，这种身手，这种气质，这哪里是龙套，这简直就是从古画里走出来的战神。导演猛地冲过来，
我求你了，给我一个面子，这个本子你接吧，行不行？我把全剧组给你重建，只要你点个头。松手！500万不够，10个，1000万，只要你答应我拍一部，我拿命去赔也行。沈潇低头看住那个曾经对他颐指气使的导演，眼中只有漠然。他轻轻震开导演的手，拍了拍衣袖上的尘土。朕不当戏子。沈潇转身，留给众人一个孤傲的背影。朕若要演，这天下便是朕的舞台，而你们连当配角的资格都没有。回到苏家赠送的半山别墅，沈潇洗去了身上的尘土。他看住镜子里这具虽然年轻但稍显孱弱的身体，皱了皱眉。这副皮囊连朕全盛17万分之一的力量都承载不了，必须尽快赚钱购买药材，淬炼筋骨。沈潇打开了原主的手机，发现原主生前为了还债，注册了一个名为龙套阿萧的直播账号，粉丝数38人，传音入密，万里显影。沈潇对这个发光的方块很感兴趣，既如此，便让这天下苍生见识一下何为真武。他点开直播，标题随手打下4个字：大周武道。在此，直播间刚开始只有2-3个误入的路人。主播在干嘛？cosplay， 这背景是别墅租的吗？沈潇没有理会弹幕，他赤裸上身站在别墅宽阔的露台上，面对夕阳。今日练开山拳，他深吸一口气，腹部猛然收缩，起势运气出拳。这不是花拳绣腿的表演，而是真正的杀人技。每一拳挥出，空气中都传来沉闷的爆鸣声，仿佛有重锤击打在鼓面上。轰！沈潇一脚踏下别墅那坚硬的大理石地板，竟然以他的脚掌为中心，呈现蜘蛛网状龟裂。直播间的弹幕瞬间停滞了3秒，紧接住疯狂刷屏。卧槽，特效，这特效也太逼真了吧！楼上的，这是直播，哪来的特效？那一脚把大理石踩裂了，这还是人吗？妈妈问我为什么跪住看手机。沈树演算法推荐，直播间人数从几十人瞬间飙升到1万、10万、50万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名为华夏武术协会副刘宗师的大 V 进入了直播间，发了一条醒目的弹幕：年轻人弄虚作假，要不得，这石头是泡沫做的吧？沈潇瞥了一眼荧幕，冷笑一声，他走到院子里一块重达500斤的景观巨石前。泡沫！沈潇单手成掌，轻描淡写地拍在巨石上，砰！一声巨响，500斤的巨石从内部炸开，碎石飞溅，烟尘滚滚。而沈潇的手掌毫发无伤。刘宗师退出了直播间，刘宗师注销了账号。这一夜，一段名为《神秘强者徒手碎巨石》的影片血洗了全网各大平台，粉丝数100万达成，称号现代张三丰，人形暴龙。沈潇看住疯狂跳动的打赏金额，嘴角微微上扬，民心所向，即是帝王之道，这网路有点意思。3天后，苏家晚宴，这是江南省顶级豪门的聚会，金碧辉煌，衣香鬓影。沈潇穿住一身简单的黑色棉麻中山装，这还是他在地摊上花80块买的，但在他身上，这身衣服却穿出了龙袍的气场。然而这种低调在某些人眼里就是穷酸。哟，这不是那个龙套沈区吗？一个刺耳的女声响起，说话的是个2线女星，名叫李艳，正挽住一个富二代的手臂。她曾是原主跪舔的对象，却在原主落魄时狠狠踩了一脚。怎么混进来蹭吃蹭喝？李艳掩嘴讥笑，这里的一杯酒够你跑1年龙套了。旁边的富二代也嗤笑道，苏家的安保怎么回事？这种穿住地摊货的垃圾也能放进来？周围的宾客纷纷投来鄙夷的目光，窃窃私语。沈潇面色平静，拿起桌上一个精致的青花瓷盘，看了一眼，随后随手一扔，哐啷，价值连城的古董瓷盘碎了一地，全场死寂。你疯了，这可是明朝官窑的珍品，价值30万。富二代尖叫道，你赔得起吗？沈潇淡淡说道，这瓷器的火气未退，不是新做的。这种刚出炉不到1周的赝品，也配叫明朝官窑？他抬起头，目光如电，扫视全场。在朕的宫里，这种垃圾是用来喂狗的。你放屁，这可是苏老亲自挑选的。富二代刚想大骂，说得好，一声苍老却洪亮的声音从2楼传来。苏振国在一群保镖的簇拥下，快步走下楼梯，神色激动。沈先生果然慧眼如炬，这批瓷器我刚发现被人调包了，正愁没人识货，先生一眼就看穿了。苏振国走到沈潇面前，在所有人惊恐的目光中，深深鞠了一躬，弯腰90度。沈先生大驾光临，苏某有失远迎，还请恕罪。李艳手中的红酒杯掉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那个富二代更是吓得双腿发软，差点跪下。
苏老，那个跺跺脚，江南省都要震3震的苏老，竟然对这个穷小子行大礼。沈潇坦然受之，双手负后，微微颔首，无妨。朕今日来，只是想看看现在的豪门还有几分骨气。宴会的气氛因沈潇的出现而变得诡异。为了挽回面子，富二代立刻提议，今日苏老寿辰，既然这位沈先生眼光独到，不如也录一手才艺。听说李小姐带来的可是当代书法大师王老的真迹，众人纷纷叫好，想看沈潇出丑。毕竟鉴宝可能是运气，但琴棋书画那是从小用钱堆出来的贵族教育。书法，沈潇走到书桌前，看住那张铺开的宣纸，眼中闪过一丝怀念。当年他批阅奏折，挥毫间便是天下生死。他提起一支特大号的狼毫笔，饱蘸浓墨。那一刻，他身上的气势变了，不再是那个淡然的青年，而是一尊手握生杀大权的帝王，正在审视他的江山。笔落如苍龙出海，如猛虎下山。他在纸上写下的并非祝寿词，而是他前世讨伐叛军时所做的讨贼檄文。天地有正气，杂然复流行，每一个字都仿佛带住金戈铁马的杀伐之气，每一个笔画都像是战场上的刀光剑影。在场的人只觉得一股寒气直冲天灵盖，仿佛看到了尸山血海，看到了千军万马在眼前奔腾。扑通，一名年迈的老者突然跪倒在地，老泪纵横。他是江南省书法协会会长，此刻却激动得浑身颤抖。这是帝王威，这是失传千年的严金流骨之上，真正的天子之笔啊！老者爬到桌边，想摸又不敢摸，笔落经风雨，诗成泣鬼神。这幅字若拿去拍卖，起拍价至少3个亿，而且是有价无市。3个亿！李艳脸色惨白如纸，她看住自己送的那幅几10万的名家真迹，此刻就像厕纸一样可笑。沈潇放下笔，看都没看那幅字一眼，接过侍者递来的湿毛巾，擦了擦手，随手涂鸦罢了。苏老若喜欢，便拿去糊墙吧。全场样吧3个亿的字糊墙，这就是顶级大佬的世界吗？苏振国激动地亲自捧起那幅字，大声宣布：此乃我苏家镇宅之宝，谁敢碰一眼一下，我苏家与他不死不休。沈潇看住这群疯狂的人，心中暗道：文治武功，朕皆第一。这现代社会征服起来，似乎比朕的江山还要容易。苏家别墅深夜灯火通明，却气氛凝重。苏氏集团的股价在过去3小时内暴跌30%，数百亿市值蒸发。会议室里，苏振国与一众高层面如死灰，是对手赵家。财务总监满头大汗，他们联合了华尔街的大鳄索罗斯基金，正在恶意做空我们。他们手里有我们供应链断裂的假消息，现在散户都在疯狂抛售。完了，资金链断了，明天开盘就是死期。苏振国瘫坐在椅子上，仿佛苍老了10岁。慌什么？一道淡漠的声音从门口传来。沈潇端住一杯茶，悠闲地走了进来，身后跟住一脸崇拜的苏家孙女苏清雪。沈先生，这不是比武，这是金融战，你不懂。财务总监不耐烦地挥手。金融。沈潇冷笑，将茶杯重重在大理石桌上一顿。在朕眼里，这不过是粮草与兵马的调度。他走到巨大的 K 线图荧幕前，指住那根断崖式的下跌曲线。敌军赵家倾巢而出，看似凶猛，实则后方空虚。他们为了砸盘，必定借了大量高利贷、杠杆。沈潇转身，眼神如刀。苏老，把集团剩下所有的流动资金全部给我。全部？那可是苏家的棺材本。高层们惊呼：给他！苏振国咬牙，拍案而起：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沈先生救过我的命，这次我赌上苏家100年基业。沈潇接过操作权，但他没有看数据，而是闭上眼，手指在桌上有节奏地敲击。他在回忆大周那场以少胜多的赤壁之战，诱敌深入。沈潇下令继续抛售，让股价跌穿底线，让赵家以为我们已经崩溃。赵家豪宅内，赵家家主狂笑：苏家完了，继续砸，我要把苏氏吞得骨头都不剩。然而就在股价跌到谷底，赵家将所有资金连同借来的高利贷全部投入，准备抄底收购时，沈潇猛地睁开双眼，杀气四溢，关门打狗。发布公告，苏氏集团获得神秘注资，其实是沈潇刚刚卖字画和古董换来的几亿现金，加上苏家最后的储备，并宣布研发出回春丹，沈潇的药方，同时动用杠杆反向收购赵家抛出的所有筹码。轰！股市瞬间逆转，
因为回春丹的消息，沈潇的医术背书，苏氏股价如火箭般窜升，直接封死涨停板。而赵家因为在底部卖空了所有筹码，此刻想要买回平仓，却发现市面上没有一股可买，爆仓，彻彻底底的爆仓。完了！这一夜，赵家破产，负债地累累。这一夜，沈潇不仅保住了苏家，还以极低的价格吞并了赵家的核心产业。会议室里，全体高层看住那个负手而立的背影，这一次是发自灵魂的战力，这哪里是金融战，这分明就是把商场当成了屠宰场。收购赵家资产后，沈潇获得了一处位于郊区的废弃工厂，他需要建立自己的势力，在这个热武器时代，他需要一支绝对忠诚且超越常人极限的队伍。透过苏家的关系，沈潇找来了50名退伍兵，这些人有的因伤残退役，有的因为性格耿直得罪人被封杀，此刻都混迹在社会底层，送外卖当保全，眼神中充满了迷茫与不甘。我不养废物。沈潇站在高台上，看住这群衣衫不整的汉子，声音冷得像冰。听说你们曾经是兵王，在我看来，你们现在连路边的野狗都不如。一个独眼壮汉怒吼，他曾是特种部队的格斗冠军，因救人瞎了一只眼，士可杀不可辱，有种你下来跟我练练。沈潇笑了，笑得轻蔑，他跳下高台，没有用任何花哨的招式，只是简简单单地勾了勾手指。一起上吧，若能让我退后半步，每人拿走100万。砰砰砰！3分钟后，50名曾经的兵王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，哀嚎声一片。他们引以为傲的格斗术，在这个年轻人面前，就像婴儿挥拳一样可笑，太弱了。沈潇摇头，筋骨僵硬，经脉堵塞。不过他话锋一转，从怀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纸，上面密密麻麻写住中药材。只要你们肯吃苦，朕能让你们脱胎换骨，成为这世间最强的影卫。当晚，工厂内架起了10口巨大的铁锅，里面沸腾住黑色的药液。大周黑玉断续汤配合洗髓法骨液，跳进去。沈潇命令道。那独眼壮汉咬牙，第一个跳了进去。啊！凄厉的惨叫声响彻夜空，那种痛苦如同万蚁噬骨。但1个小时后，当独眼壮汉爬出来时，他震惊地发现自己那只瞎了多年的眼睛竟然有了模糊的光感。他挥出一拳，竟然带起了破空声，力量增强了整整3倍。扑通！独眼壮汉跪在地上，额头重重磕向沈潇。教官，不，主上，这条命以后就是您的。剩下49人，眼中燃烧住狂热的火焰，纷纷跳入滚烫的药液中。沈潇看住这一幕，满意地点头。从今日起，你们便是朕的影卫，我要你们做这都市丛林中最锋利的獠牙。1周后，横店乃至整个江南省的地下势力惊恐地发现，一支神秘的黑色卫队横空出世，所到之地无人能挡。沈潇的名声终于传到了海外。苏氏集团发布的回春丹简化版，因其惊人的疗效，修复受损细胞，延缓衰老，引起了全球医药巨头普路托斯生物集团的注意。一辆挂住领事馆牌照的加长林肯停在了苏氏大厦门口，走下来的是一个金发碧眼的白人，名叫威廉，普路托斯集团的亚洲区总裁。他身后跟住4个气息强大的外国保镖，那是真正的雇佣兵，身上带住血腥味。会议室内，威廉傲慢地将双脚搭在桌子上，用蹩脚的中文说道：沈先生，你的药方很神奇，我们集团愿意出1亿美金收购全套专利。当然，你必须签署竞业协议，终身不得再碰医药行业。1亿美金买断一个能改变人类寿命的药方，这简直是抢劫！苏清雪气得发抖。这不可能，这是沈先生的心血。威廉耸耸肩，点燃一根雪茄，无视禁止吸烟的标志。美丽的小姐，你搞错了，这不是谈判，是通知。如果你们拒绝，我们集团将动用全球影响力对苏氏进行全方位制裁。你们的原料进不来，产品出不去，甚至这眼神阴鸽地看向沈潇，甚至沈先生的人身安全，我们也很难保证。毕竟意外随时会发生。威廉身后的4个雇佣兵上前一步，杀气腾腾，腰间鼓起，显然带住枪。沈潇一直在玩住手中的茶杯，此刻他终于抬起了头。说完了。威廉一愣，什么？摇咻！一道寒光闪过，沈潇手中的茶杯盖飞出，
如回旋镖一般精准地切断了威廉嘴里的雪茄，然后深深嵌入了威廉身后那个最强壮雇佣兵的喉咙里。噗嗤，鲜血飞溅！啊！威廉吓得跌坐在地，裤裆瞬间湿了一片。其余3个雇佣兵刚要拔枪，却感觉眼前一花，3道黑影闪过，是刚训练完毕的影卫。咔嚓咔嚓咔嚓，3声脆响，3个顶级雇佣兵的手臂被齐齐折断，像死狗一样被扔出窗外。沈潇缓步走到威廉面前，居高临下，如同看住一只蝼蚁。他一脚踩在威廉那张昂贵的定制西装脸上，狠狠碾压。1亿美金，就是把你们整个国家卖了，也买不起朕的一张废纸。回去告诉你的主子，朕的江山寸土不让，朕的药方尔等夷狄不配看。想制裁？好啊，从今天起，凡是普鲁托斯集团涉足的领域，朕见一个灭一个。威廉在恐惧中颤抖，他终于明白自己惹到了什么样的存在。这不是商人，这是一头苏醒的东方巨龙。下一步，剧情将推向一个新的高潮，热武器失效与修真界降临，读者的爽点将从世俗的金钱权力升级到超脱生死的修仙力量。这几章是将小说格局从都市商战拉升到全球争霸、灵气复苏的关键转折。欢迎订阅故事郎频道，我们下次见。